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中共四中全会还没开场，一封联名信就先引爆风暴。署名的不只是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汪洋这些元老，还包括现役军委高层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信中直指习近平10几年的错误，并呼吁他提前退休。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建议，而是一份公开的挑战。更敏感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北京高速上出现了百辆军车北上的画面。这支82集团军被称作京畿御林军，如今浩浩荡荡直奔京城。外界普遍认为，这不是单纯调动，而是释放信号。一边是元老与军头的史无前例联署，一边是军车压境北京。四中全会还能只是一次例行会议吗？还是正在走向一场真正的政治对决？10月2号，海外自媒体人、小说家公布了一封寄给全体中央委员的内部信件。这封信署名者包括中共元老胡锦涛、温家宝、李瑞环、汪洋等，也有现役中共军方高层，如张又侠、刘振立、张生民等。小说家直言，这封信可以说是直接针对习近平，并且要求他提前退休。信件开篇就定下基调，我们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写下这封信。当前党和国家正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们不能再沉默，沉默就是纵容，沉默就是共犯。这不是一封一般的建议信，而是一封带有政治动员意味的檄文。内容直指习近平的集权、决策失误与制度破坏，对其执政10年的路线进行了系统批判。这封信条理清晰，列举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3大错误方向。1. 破坏制度，个人集权。信中指出，习近平上任后逐步破坏集体领导制度，取消任期制，架空常委，使政治局常委形同虚设，决策变成一言堂。2. 经济决策错误，执政合法性受损。信中点名3大问题：对民营经济打压、外资撤离、一带一路大撒币、财力外流、雄安等盲目基建，导致地方债危机。经济搞不好，党的执政基础将彻底动摇。这一句说出了中共元老及红二代反对习近平继续执政的心声。3. 外交与军事冒进，造成内外交困。信中批评现任领导人奉行激进外交路线，对美全面对抗却缺乏替代方案，战狼外交导致中国国际形象跌至谷底。而在军队方面，则以整顿之名行清洗之实，提拔听话者，打压有战功的将领，导致军中人人自危，指挥体系被打乱。信件最后提出了5项具体建议，可谓倒习方案的雏形。1. 现任最高领导人应提前退休，暂时保留国家主席职务。2. 选举有能力、有威望的人临时主持大局。3. 恢复任期制与集体领导。4. 重建经济信心，支持民营企业，修复国际关系。5. 确保军队效忠党和国家，而非个人。信中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私利，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党和国家走向危险深渊。这种表述既是在对习近平下最后通牒，也是在向中共体制内的其他中央委员们喊话，要站出来做出历史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刻意回避了对习近平20大连任过程的敏感指控，也没有直接点名接班人是谁。这可能出于对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颜面的顾全，因为张在中共20大时还是习近平的重要盟友，如今却在反习阵营中联署，并作为反习派的军事后盾。更关键的是，签名名单中不只是退休元老，还包括3名现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这让信件的分量远超坊间传闻，甚至可能对即将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议程产生实质性影响。距离中共召开四中全会的时间越来越近，习近平阵营与以中共元老张又侠为代表的反习力量进入前所未有的僵持状态。习近平没有任何退场迹象，而党内对其路线的质疑与反扑已从私下议论转向公开的联名行动。这场角力的结果将决定中共四中全会的走向，也可能决定中国政治的未来几年。
习近平若在会上半退位，保留国家主席，可能成为一种体面退场安排；习若拒绝让步，会议恐将演变成一场政治摊牌，甚至引发党内危机。这封道习信的真伪或许难以完全证实，但它反映出的是党内对习近平路线的普遍焦虑与不满。随着习近平军中亲信、中央军委掌管人事升迁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抓，以及他亲自火箭提拔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失踪，一大批跟这两人有牵扯的司令、政委被查。习近平对军权的掌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在自媒体分析指出，如今的情势，中共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最多也就是辞去军委主席一职，因为实际上他在军中的威信与指挥权已荡然无存，即便习近平不主动辞职，军队也未必会买他的账，他的军委主席已经形同虚设。姚成进一步指出，现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位置空悬，连习近平的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也没了。习近平在军队系统已经是被架空的状态。这番话点出了中共体制里一个微妙却致命的变化：党权仍握在习手中，但军权正在悄悄转移。习近平过去13年清洗各大军种，拔除异己，如今军队里留下的都是墙头草，谁掌权就靠谁。中共中央政治委员系统偏向习，而军事干部多属张又侠系。中共军队正宫挂帅的特性，让政治干部盯死军事干部，一有风吹草动立刻上报。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共历史上从未真正爆发过兵变，将军们说抓就抓，没人敢轻举妄动。但现在局势正在改变，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失去对军中的实质控制，军方行动的变数也就变大了。姚成强调，外界也不必对张又侠寄予过高期待。张作为红二代，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他只是被习逼到不反不行的地步。也就是说，即使张又侠采取行动，那也不是为了改变体制，而是为了在派系斗争中自保。9月28号，京港澳高速公路保定至北京路段上，一段军车车队进京的画面在网络流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大约有100多辆军车，包括装甲车、物资车、运兵车和医疗车，浩浩荡荡北上。据估计，这些运兵车中有数百名士兵。这些军车来自保定驻地的82集团军，被称为京畿御林军，长期负责保卫北京安全，是中共的王牌部队。外界普遍认为，82军实际受张又侠控制。此番进京的举动被解读为在四中全会前的一次武力施压。张又侠与中共元老温家宝、胡锦涛等人据传达成某种政治默契，由汪洋出任中共总书记，胡春华任中共总理，习近平交出党权与军权，体面退休。胡锦涛的方案强调平稳过渡，避免政局剧烈震荡，但张又侠显然对此不放心。他担心习若继续留任中共军委主席，将来可能暗算或反手夺权，这也是他调集82军的背景。一旦谈不拢，就用武力逼宫，把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仍在手握党政和文宣口的主动权，悄悄布局。原本“15+5”规划应该在5中全会才讨论，但硬生生喧宾夺主的将人事和重大方针决策话题换成经济议题。一方面是经济形势紧迫到不得不说的地步，另外一方面也是习近平刻意回避了压得喘不过气的敏感人事议题。9月28号，中共中央印发了新的《中共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以习思想为指导。这个举动表明习在会前巩固党权，营造2个确立的氛围，为他在中共21大继续连任做政治铺垫和造势。真是经过深思熟虑啊！也就是说，习的军权正在流失，党权却在加紧锁定。习近平并没有任何退场的迹象，他和习家军在党务、宣传、公安等领域仍紧握实权。张又侠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形成了一种两败俱伤，
谁都不敢先开火的微妙僵局。中共四中全会前夕，习近平与张又侠的博弈正步入一种恐怖平衡。中共的权力结构离不开四大抓手：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过去10年，这四大抓手同在习手里，但自从去年中共三中全会期间传出习近平病倒后，军权已经落入张又侠手中，军中反向清洗，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中将领就是明证。张又侠现年75岁，单靠军权，他孤掌难鸣，无法支撑大局来与习对抗。习近平与张又侠形成实力相当的对峙，习若用党政权力去办张，张可以用枪把局面推到失控；张若单靠枪发难，没有党政系统的正当性与接盘团队，又很难把战术胜利变成战略新秩序。习的深坑，军内有实力可信任的亲信明显不足，一旦硬闯，容易激起连锁反应，党政大权挡不住坦克履带。张的深坑，党政系统缺席第二天方案，推翻容易，治理难，行政、财税、宣传、外交谁接？没有文官、财政、宣传联动的接管班子，武力逼宫就可能沦为短线冒险。于是同归于尽的风险成了双方的刹车片，除非被逼到墙角，否则不会轻易一枪定输赢。把这个逻辑投影到中共四中全会，最大概率不是终局，而是延长赛。会上不决存亡，多半延续你有枪我有党的对峙态势，以“15+5”为名，继续把议题放在经济与制度修饰上，政治真问题留待会外慢慢消化。最终的结局是中共各派斗而不破，共处但不是和解。习保党权与两个确立的话语场，继续推动思想政治与宣传纪律的强化，掌握实控兵权与经济安全，用秩序可控来换取自身安全。中共四中全会因此更像一次危机管理会，把短期爆点降到可承受，为未来的真正摊牌争取更长的跑道。然而，随着经济的濒临崩溃，导致社会危机四伏，无差别伤人以及限中案频发，社会各阶层的群体抗争事件不断，中国社会整个像一个火山口，一个火星或可燎原。中共高层无论是习近平还是主张习下台的温家宝、张又侠，都在想尽办法保住中共政权。在波涛汹涌的民意面前，他们的意愿能达到吗？您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